说起伦敦，值得探索的地方太多了，但如果你只能选一间博物馆，大英博物馆可能是许多人的首选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它周围的这片区域 Bloomsbury 曾经孕育出伦敦最自由也最有想法的灵魂。从贵族花园到文学沙龙，从对称建筑到颠覆思潮，每条街道每座广场都藏着时代的记忆。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走进 Bloomsbury 的故事。今天从 Tottenham Court Road Station 出发，绕着 Bloomsbury， 预计是一个半日游的散步行程。从地铁步行约5分钟，我们来到大英博物馆。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，但你能想象吗？300多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开阔的农地。17世纪的中期，当时的贵族第3代南安普顿伯爵，也是莎士比亚的赞助人，开始在这里开发。他新建了伦敦第一个广场 Bloomsbury Square， 也陆续开启街道与房屋。但当时的伦敦还没有什么都市规划，所以 Bloomsbury 在当时还是一个零散开发中的区域。随着开发， Bloomsbury 的街道轮廓慢慢的成型，像我们接下来走到的 Museum Street 其实比大英博物馆还要早出现，是早期连接这一带很重要的路。这条路并不长，今天聚集了许多餐馆、咖啡厅。这家韩国餐馆在我的记忆中开了有10几年，可能更久。以前的老板在对面还开了一家韩国杂货店。时间过去很久，街上的店也来来回回换了好几回，但转角仍然是最熟悉的纪念品店与酒吧。接下来我们将走到 Bedford Square， 这一带的开发开始变得更加有系统，还要从这里开始说起。Bloomsbury 传到第4代南安普顿伯爵的时候，由于没有男性继承人，最后由他的女儿 Rachel 继承。Rachel 与 Bedford 公爵家的 William Russell 结婚，于是这片土地便转到了 Russell 家族手中。由公爵头衔命名的 Bedford Square 建于18世纪中后期，由建筑师 Thomas Leverton 设计，一旁的联排建筑采用对称设计，红砖外墙，大片的窗户，有些还有阳台，并且环绕中央私人花园建造。Bedford Square 是伦敦现存最完整、最具代表性的乔治时代住宅广场之一，也成了伦敦住宅广场的设计范本。在 Bloomsbury 走走，你会发现有不少被连排住宅环绕的广场花园，比如附近的 Golden Square 还有 Fitzroy Square， 都是类似的设计。在当时，这些广场花园只有住户才能够进入，是中产与贵族阶层的特权象征。直到今天，虽然有些花园已经对外开放，但像这里的 Bedford Square Gardens 仍然是私有，只在开放日对外开放，一般时间只有住户才能够进入。从17世纪以来， Bloomsbury 的开发几乎离不开 Russell 家族的影子。这片土地的产权随着他们的公爵头衔已经传到了第15代，这个家族依然参与着 Bloomsbury 的地产管理与发展。顺带一提，出版哈利波特的 Bloomsbury Publishing 他们的伦敦办公室就在 Bedford Square， 这片区域的文化与故事从未停下脚步。我们接着往 Russell Square 的方向走，今天天气还是有点凉，而且风非常的大，但伦敦春天的阳光真的很好。19世纪初，第5代的 Bedford 公爵进一步开发了 Bloomsbury， 建造了 Russell Square， 并以家族的姓氏 Russell 命名，象征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掌控。这里在当时吸引了大量富裕的家庭居住，并逐渐成为伦敦文化与社交活动的中心。而不同于早期像 Bedford Square 那种比较私密和对称的设计，这里更加的开放宽广，象征着城市的空间开始走向公共化。
今天的 Russell Square Gardens 是伦敦市民在闲暇时候的好去处之一，当然前提是在天气好的时候。这里可以是一个人在公园写生，两个人坐在板凳上闲聊，也可以是一群好朋友一起消磨时间。不晓得他们在玩什么，但感觉好青春啊。我们慢慢的往 Golden Square 方向走过去。如果说 Russell Square 象征的城市的空间开始走向开放，那近代很多思想上的开放则是发生在我们即将到达的 Golden Square。Golden Square 今天看起来或许只是另一个安静的住宅区，这里在20世纪初却是颠覆传统思想的起点，也是 Bloomsbury Group 的诞生地。Bloomsbury Group 对大众来说可能有一点陌生，但是你大概听过像小说家 Virginia Woolf 还有经济学家凯恩斯。当时还未婚的 Virginia Stephen， 也就是后来的伍尔夫，和他的兄弟姐妹 Thoby、Vanessa、Adrian 搬进了 Golden Square。他们之后每周在客厅举办星期四晚会，邀请剑桥的朋友来聊天，他们谈论艺术、哲学、经济学以及爱情。这些聚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社群，也就是后来的 Bloomsbury Group。他们有一些非常前卫的思想，拒绝当时的社会传统，追求自由的生活与创作。Bloomsbury Group 的主要成员还包括了像作家 Leighton Strachey、画家和艺术评论家 Roger Fry、艺术评论家 Clive Bell、画家 Duncan Grant， 以及后来成为 Virginia 的丈夫 Leonard Woolf。这个社群里除了思想的碰撞，成员之间也发生了爱情故事，在这里不多展开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去查查看。在这样一个自由、充满讨论的环境中，成员们各自找到了自己思想表达的方式与方向。伍尔夫用小说解构性别与意识流 ，Strachey 重新定义传记的形式。Roger Fry 引进后印象派的艺术审美，凯恩斯用经济学重塑世界秩序。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让思想与创作不只是星期四晚会里的对话，而是真正影响世界的力量。走进 Golden Square Gardens，现在这里是附近大学生们午休的好去处。伦敦各种会开花的树在春天已经开始绽放，坐在树荫下吃饭、聊天、睡午觉、看书，或者只是发呆。风吹过的时候，或许还会偶遇一场浪漫的花雨。在广场的一角，我发现了一座雕像，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，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，也在1878年的时候曾经来 UCL 留学。或许在这个花园里面，他也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。离开 Golden Square Gardens， 从西边门走出来，第一次慢下脚步去注意眼前这栋建筑。这其实是一座小型的宗教研究图书馆，叫做 Dr. Williams Library。 特地去查了谁是 Dr. Williams。Daniel Williams 是17世纪的神学家，他是英国长老教会外的基督徒，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异教徒。那后人用他留下来的思想研究来建了这座图书馆，所以这也是英国的第一个异议者的研究中心。在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威廉博士图书馆在2006年7月透过苏富比拍卖一册17世纪莎士比亚完整的第一对开本，成交价为280万英镑。收藏果然要趁早啊！转过这个转角，我们慢慢接近 UCL 的主校区。
虽然整个 Bloomsbury 都可以看到 UCL 的踪影，但是这边是最集中的。UCL 又称为伦敦大学学院，成立于1826年。当时它成为了全英国第一所不分宗教、性别、阶级都能够入学的大学。这大概也是 Bloomsbury 慢慢从贵族专属转变到学者以及平民街区的开始。在 UCL 对街的转角，你会看见一栋美丽又古典的建筑，这是一家书店，今年已经快70岁了。它是由伦敦书商 Una Dillon 在1956年创立。二战过后 UCL 找到 Una， 希望跟他一起合作，在大学旁边开一家书店，方便学生购买书籍。一开始叫 Dillon's Bookshop， 后来变成今天的 Waterstones。 书店一共4层，涵盖书籍的类别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法律，应有尽有。建筑本身则是英国登陆的2级保护建筑。如果你也喜欢逛书店，推荐你来这里看看。发现一本有趣的书，伦敦酒吧大全。离开书店，我们现在从 Mallet Street 穿过去，从这里走到底就是大英博物馆的后门。继续往前走，会看到一栋白色的高大建筑，这是 Senate House， 它是伦敦大学的行政总部。在一战后，伦敦大学因为急需更多的教学与办公空间，政府于1921年向 Bedford 公爵购买位于 Bloomsbury 的土地，但却因为校内反对，土地在1926年被公爵买回。但在同年6月，副校长 William Beveridge 上任，他支持将学校迁到 Bloomsbury， 并且成功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捐款40万英镑，学校才在1927年重新取得这块土地，并且正式开始搬迁。这栋装饰艺术风格的大楼由 Charles Holden 设计。Senate House 的设计介于古典的庄严与现代的简约，但就是这种有点矛盾的风格，也让当时舆论对 Charles 的设计褒贬不一。在不久之后，二战爆发，这栋建筑被征收为政府的情报部门，负责审查与宣传，也成为了乔治·奥威尔笔下1984年里真理部的灵感来源。之后 Senate House 也成为许多电影的取景地，比如说蝙蝠侠系列以及007。从 Senate House 出来，转个弯就到了大英博物馆后门。Senate House 的设计只是当时特别呼应博物馆和周边建筑的风格，所以即便相隔100年，它们看起来还是很协调，就像是在城市里不同年代的建筑有一场悄悄的对话。顺带一提，大英博物馆的后门人通常比较少，怕安检排队很长的话，可以考虑从后门进去。接着我们向右转过马路，沿着 Store Street 走。街如其名，这里有很多独立的小店，有种介于社区与商业区之间的感觉。走过这条路，我们就会慢慢的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Fitzroy Square。这里曾经聚集很多艺术家还有名人。Fitzroy Square 的名字来自于他18世纪的地主，拥有 Grafton 公爵爵位的 Fitzroy 家族。这里算是 Bloomsbury 的边缘，也是伦敦另一个典型的花园广场。今天这个广场和附近的几条街道形成了今天的 Fitzrovia 保护区。在18世纪末，建筑师 Robert Adam 开始规划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广场。今天的广场南侧与东侧的建筑还保留它对称装饰性很强的设计风格。这里原本是为了伦敦上流社会而建的住宅区，后来这里住进了不少的艺术家与作家。这里是 Bloomsbury 另一个地灵人杰的住宅区，从 Fitzroy Square 6号到37号都曾经住过不少名人，尤其是29号。年轻时候的 Virginia Woolf 在离开 Golden Square 之后搬到了这里，开始创作出他第一本小说 The Voyage Out。 而在更早之前，这里是萧伯纳在19世纪末的住所。
她以犀利的社会批判与黑色幽默闻名，代表作《卖花女》后来成为了经典音乐剧《窈窕淑女》的灵感来源。在1925年的时候，因为对文学与社会的贡献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今天这里包括邻近的 Fraser Street 和 Charlotte Street， 仍然有一些房子作为住宅使用，但很多部分已经变成办公室以及商铺了。和 Bedford Square Garden 一样，这里的广场花园也只开放给住户以及业主使用，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有钥匙可以进去，而且他不是工作人员，很可能他家里有矿。而走在这片区域，你可能早就注意到不远处那个很醒目的高塔，这是 BT Tower， 建于1960年代初期，曾经是伦敦最高的地标。它原本是为了改善全英国的电信讯号而设计的。在今天没有太多高层建筑的伦敦，这座电信塔仍然是伦敦天际线上醒目的地标。走到这里， Bloomsbury 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。从贵族规划的住宅区到思想自由的发源地，这片街区见证了伦敦文化的转变。今天这里仍然保留那份静静流动的气质，咖啡馆、艺廊、书店，到处充满了活力与生活感。除了大英博物馆，如果你有时间来到这里，也许也可以放慢脚步，想象在沃尔夫笔下的意境，随意的走，让思绪自由流动。以上就是今天在 Bloomsbury 的半日散步行程，希望你喜欢，下次见。